兄弟，你们是起义部队吗？是的。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，兄弟，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？好啊，扶我起来，慢点。同学们，都过来。革命需要新鲜血液，尤其是像你们，有知识、有文化的进步青年。正是因为有了你们，革命就有希望。我们在渭华发动了武装起义。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，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。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，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，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。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各种传言传来传去，传得神乎其神。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，可以好好听一听他身边的人讲讲他。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，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。大革命失败之后，反动派剿共清党，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。那他想要留住老刘，用高官、后路、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来拉拢，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。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，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。这次回来之后，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。他告诉大家，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，只有手上有了枪，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。对，就是得有枪。去年10月，唐叔、李相九、谢子长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，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。没错。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，拉着队伍到了渭华，配合农民运动，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。同志们，如果我牺牲了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。不管是谁，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，再继续战斗。我们怕的不是牺牲，怕的是手里没有枪。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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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啊，敌人追剿的太厉害，敌我力量悬殊太大，我们几个被捕了。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秦岭山区沟深林密，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。老刘他福大命大，我想也不会有事的。他们是播种者，那我们就是火种。不管前路有多艰辛，有多么的危险，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。我想起了志丹的一首诗：
说出了他的理想，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。黄河两岸，长城内外，炎黄子孙，再不能等待。挽弓持歌，驰骋疆场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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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内战国贼，外抗强权，救我中华万万年！救我中华万万年！救我中华万万年！万万年！你们知道吗？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啥话？有一次我说，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老刘笑着问我，他说：“徐烈啊，你说，什么叫奋斗到底？”我一下子被问住了，我没有回答上来。你猜人家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奋斗到底，就是奋斗到死。”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。这个刘志丹，我以后要说到做到。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，为了我们的理想，奋斗到底，奋斗到死。报告。进。宋主席，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。渭华暴乱已平息，乱党目前分散逃窜。都平息了，还打什么报告？总是要论功行赏的嘛。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，省立3师的投毒案。什么投毒案？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，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，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2个多月，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。您看，这个事情怎么办？一群学生娃。这样吧，你把他们带来，我见见。是。就这几个？是的，一共9个。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，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，出来闹什么闹啊？啊！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，让我看看手相。抖什么抖啊？
这些个学生娃的手相看着不像是恶人呐。起东风了，看看，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三原县呈递上来的，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。可惜啊，阎王爷不想杀他们，天意，天意。那就这样吧，让风一吹了之。带下去，通知家属来取保，都放了。是。侯副官，侯副官，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？宋主席就是在接东风说事儿呢，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。学生们都出来吧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吴老师，同学们，保重。吴老师，您也多保重。哎，张轩，张轩。祝贺你，终于自由了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。保重，保重，快走吧。钟群，组织长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，了解你入党的情况。出去以后，想办法联络到组织。那你呢？组织上已经在设法营救我了。吴先生，你是我的引路人，我一直记着你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等我出去之后，我就要去找刘志丹。好，快点！吴先生，一定要保重。保重。
郡王，干什么？郡王，出去！郡王，出去！郡王，出去！我郡王，出去！我郡王嘞！我郡王嘞！郡王，郡王，郡王哎！郡王哎！哎，三大，郡王，三大，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。我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呀，咋让你跑趟西安呢？我答呢？郡王。出来了呀，走，回家去，回家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将来你爹你娘气啥的还？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妈，爸，看谁回来了？你回来了，哥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走，妈呢？郡王回来了。妈，哥回来了。妈，妈妈吃苦了，妈妈吃苦了，吃苦了，吃苦了。妈，我想你，我在牢里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。快去看看阿丽达，她心里憋屈，为你操心。你开始还能干点活，又生了场病，现在就靠见你一面，撑着这口气呢。快去，快去！快去啊，屋里去啊！大，我回来了。勋娃回来了。大，勋娃，是我拖累了你啊！我不想，我不想啊！勋娃，你真的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你回来就好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是大的命。哇，你回来了，大玄子的心就放下了。啊！我给您请大夫，我们去西安看病。他的病，我自己知道，不重要了。以后
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。我知道你心大，扶贫留不住你。我一点儿都不愿意为你高兴，只是娃你现在还太小，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，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。啊。好，听着他，我都听你的。好，好。1928年，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，时年43岁。1年后，关中大地灾荒频仍，饿殍遍野，史称民国18年年景。这一年，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。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，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。形势是越来越严峻。刚刚得到消息，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，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。是的，
那现在省委还在吗？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，中央已经指示，由杜衡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主席。这位同志虽然年轻，但是工作能力很强，办事果断。行了，马屁后再拍，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。省委派支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。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志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，拉队伍。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，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？那他回来了。啊，不是哥，我哥回来了。人呢？他报案了，他不敢直接回家，叫我去见了一面。他有脸回来吗？啊，你就跟他说，永远不要回刘家。我是说，啥？啥？你哎，你把他给我打！啊！你还跟你哥学？你哥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？我们刘家从此不当安生，你知道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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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。我哥好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，一个人走了1天的山路，瘦的都不成个样子了。你能不能？他。跟你哥说，不管怎样，回家看看。啊！告诉你哥，路上小心着点儿。嗯。哎，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啊？志丹呀，你的目标太大了，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。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，你再贴贴标语，搞搞宣传，发动一下群众。贴贴标语，搞搞宣传，就能解决问题吗？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，就是武装斗争。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，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。
我先到金汤镇去看铺子，官府真要抓他，李妈会先到金汤镇的啊。哦，照顾好身子。哦，达，你慢哦。放心。魏华旗已经失败了，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？只失败了一次，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？不能。当前，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，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从关中到陕北，就像一团干柴，只差一把火就点着了。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。我同意老刘的意见。省委出了叛徒，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，鼓舞我们的同志，鼓舞革命群众，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。谁要是消极右倾，就等同于投降。我们先革了他的命，再去革敌人的命。说大话谁都会，咱们现在一没人，二没枪，三没钱，怎么拉队伍搞割据？不是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一步一步来。我在回陕北的路上，一直在想，我们现在要抓住3种颜色：红、白、灰。红色，依靠群众，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。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，但是这个势在必行。白色，就是到政治基础好的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，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，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，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发动兵变，拉过来。灰色，改造土匪和革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。陕北所谓的土匪，绝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，是可以争取过来的，可以改造成红军。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，我一直在走这条路。对，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革老会，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，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，拉起游击队，先屯兵永宁山寨，那里易守难攻，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。哥，你这就要走啊？不是，就真不回家看一眼？哥，大跟嫂子都在家等着呢，你这都多久没回去看看了？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？到底多大？你比准一点。回去看看吧，我派几个人跟着。小曼，照顾好咱党，照顾好你嫂子。另外，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就叫力真，力量的力，真理的真，啊！
1930年春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6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，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长武的西北民军第1师第2营，开展兵运工作。郭培庚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文人啊，跟我还沾点亲。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，有道是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你念过师范，也算是个秀才了，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？营长啊，经过民国18年年景，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，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，我留老家没活路啊。这思前想后，还是得投军当兵，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，跟着您有奔头。但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在我这当兵，可要吃得了苦啊。放心，能吃苦。秉荣啊，哎，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，要不留下？留下。出将，备，上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，人人都想升官发财，因为他念过书啊。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，他不愿意啊，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。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。2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，要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？哎，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，再考虑考虑。好，我也观察观察。快点啊！老李，秉荣同志，你好。真没为人啊！那天在王营长那儿，就想和您说几句话，这给我憋的呀。仲勋同志，欢迎你的到来。你来了以后，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3名党员。啊，李特生。特生同志，仲勋同志，太好了，终于把你等来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坐，坐。人都到齐了，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李秉荣，在绥德省立第4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，1926年入党。我叫李特生，我是1926年在3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，现在在2营2连当文书。我叫习仲勋，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，1928年在3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。过去啊，
只从事过农运，还有学运，这搞兵运工作啊，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。皮荣同志，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。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，说这个2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3原拉出来的。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？